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跟着 Jason。在上一集我们有分享如何选择山中小屋的技巧与建议，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的话，可以先去看哦。那在这一集呢，我们终于来入住了山中小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入住山中小屋又有哪些重点，还有哪些是不能做的事情哦。在这一集的分享，我会依照入住的流程与顺序，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抵达山屋，你可以先在你入住的山屋的外面先稍作休息，喘一下气，这时候就可以先放松你的鞋带。为什么建议在外面就先把鞋带放松？是因为我们玄关稍微比较小一点，脱鞋会比较快，就不会说全部人都又挤在玄关。山中小屋外面都会有工作人员，可能他就会注意到你，然后就会先来问你说你是不是在这里有预约或入住。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工作人员说明一下你的资料。如果说你们今天是一群人，比较多人，建议可以派一个人到柜台来做了解，再来跟大家说明，这样子会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山屋的玄关都比较小一点了，如果说一次一堆人在那边会比较拥挤。好，那工作人员知道你今天入住之后呢，他就会来先跟你做一些整体的环境介绍。那以白云庄来说，它的厕所在外侧，其实很多小屋大部分厕所都在外侧了。山中小屋大部分都会提供厕所专用的拖鞋来供大家使用。那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禁止穿着厕所专用的拖鞋在外面行走。比方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在外面拍照啊，走动啊，刷牙，或者在外面休息，你只要长时间要待在外面的话，都还是建议穿自己的登山鞋，要不然要上厕所的人他就没有专用的拖鞋可以穿哦。之后就会带领你去入住的位置，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问工作人员说是用餐时间开始了吗？如果在用餐时间还没开始的话，代表你今天是比较早入住这个山屋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快点先换一下轻装，抓准时间，好好的快点闭目养神休息一下。现在山屋人比较少，你有比较好的环境，可以好好的做休息。如果说你今天进来的时间已经看到大厅都有人在用餐了，我就建议你东西放着，马上就先出来用餐。其实在山屋他们的用餐是有时间限制的，到了几点之后就可能没有办法再供应你餐点，我们的装备晚点再来做整理哦。如果说你今天登山上来的时候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会有一些恶心、想吐、头痛的症状，那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要吃饭，可以选择买一点热汤或是热水来做一点点比较轻食的用餐，或是说你觉得热的你喝不下，那就是喝运动饮料来增加自己的电解质。因为你用了餐之后呢，血液又会跑到胃的部分，血氧量也会稍微比较低一点，所以这样的症状又会更不舒服，也很有可能在晚间睡觉之后氧气比较低之后可能会有呕吐的症状。那在用餐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就会来跟你说明一下明天的行程与日出时间会是几点，建议的出发时间是几点，这间山屋到山顶的时间大概会是几个小时，他也会告诉你说我们的固定的 morning call 会是几点。山屋整体都会有一个固定的 morning call 时间，把大家叫起来，这个时候你在吃饭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询问工作人员。如果说你今天是害怕你会睡过头或是你的出发时间跟统一的 morning call 时间不太一样的话，可以跟工作人员说你想要的起床时间是几点，请他在这个时间来叫你起床。为什么建议大家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不要用手机来调整闹钟，大家的起床时间其实都差不多，那再加上大家起床走动啊，声音很多，已经蛮吵的，设一个闹钟的时间会又更吵。吃饱饭了，我的建议是你可以穿着自己的登山鞋到外面稍作休息一下，或是稍微走动一下，小小一段时间就好了，消化一下，在外面多做深呼吸，让血氧量提升。晚上啊休息也比较不容易会有高山症的反应。要睡前梳洗了嘛，大家都会问说富士山是不是可以刷牙或洗脸，甚至洗澡？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在富士山上是不能洗澡的，因为富士山上是完全缺水的状态，它没有地方是可以储存水的，没有水库，靠的水源都是雨水的收集。我们吃到的餐啊，跟喝到的东西都是靠这些非常珍贵的水源哦。那你会问说，我们是不是都常常可以买得到富士山的水？都是由富士山上下的雨跟雪融掉的水
穿过了这些玄武岩，再由制造公司抽起来之后，才成为这个富士山的水。你会觉得说富士山有水，其实富士山上是都没有水的哦。不能洗澡的话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来在富士山上做身体的清洁？建议就是用湿纸巾，身体用的抗菌湿纸巾比较大张，加上它也比较冰凉，然后会有杀菌的功能。但是这个湿纸巾呢，不要拿来擦脸哦。擦脸的话，建议就是买擦脸专用的湿纸巾，可以带这2种湿纸巾来做身体的擦拭。虽然在山屋都有洗手台，只是按压一点点水源，让你手稍微清洁而已。如果你今天在洗手台上面前面刷牙、洗脸，甚至呕吐的话，这个洗手台会塞住，没有办法用。建议就是你带牙线棒，那其实这样子也可以达到刷牙的功能。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刷牙，就自己准备牙刷，不要用牙膏，然后自己准备一个矿泉水，在外头就可以用清水刷牙漱口。之后就把这个水源直接吐在外面就好了。那你会觉得问我很奇怪，没错，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如果你真的想要刷牙，你也就只能这样子做，那要不然就是不要刷，或者是说你就刷一刷自己喝下去。OK， 我觉得就是1天而已啦。禁止使用鸡肉喷雾，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鸡肉喷雾一喷下去，整个味道非常的浓厚，会非常的不舒服，那可能也会臭死山屋的大家。在这边分享一个日本的人的小技巧啦，就是你可以准备几片这种运动贴布，贴在你的这个足弓还有这个肉垫球的地方，减缓你足底筋膜发炎的状态，促进血液循环。我自己本人是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日本人都觉得这个蛮有效的，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在山屋里面呢，你可能会看得到有充电孔或是他把充电孔塞起来，禁止看到充电孔就去充电因为在这个山屋的电力来源都来自于发电机，所以其实它都是靠山屋自己的发电来供山屋使用现在大家其实都已经有很多 3C 产品了，我的建议是你自己要准备行动电源来做这些 3C 产品的充电。你真的还是很需要充电的话，直接拿去给柜台，柜台是会帮你充电的就放在柜台那边，要离开的时候不要忘记再去柜台领取就可以了。禁止食用助眠食品或者是药品，因为在这些食品与药品的成分中都有可能会抑制呼吸，造成高山上的血氧降低，导致缺氧的可能，也有可能会造成高山症的反应。山屋是真的没有那么好休息，能睡就尽量睡，不要去食用这个，会造成自己的很多的困扰先把一些衣物拿出来，就像是最外层的软壳、中层保暖、脖围还有薄手套，这些衣物都可以先放在床边，在你冷的时候就可以套上来做使用。我们也可以把一些东西先放到背包好拿的位置，在于明天的登顶的路程中都会做使用，像是毛帽、墨镜、手套还有雨衣。你可以先把头灯先拿出来并套在脖子上，晚上的山屋都会关灯，那这时候如果你的灯源没有的时候，你就要再去找头灯，就会比较麻烦。灯挂在脖子上打开，还是建议开低光源，如果有红色夜间用灯的话，也可以把它转成红色的电灯使用睡觉时的衣物穿着，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把长袖的发热衣跟发热裤先穿起来，然后袜子也套上，这时候就可以增加这些保暖，但也不要一次就把全部的衣物都穿起来，然后你的身体太过于保暖，明天一起来的时候，你到了户外，你就会发现哇，户外怎么变得这么冷？室内跟室外的温差就会比较大，自己的身体的保暖跟户外的温度不要差得太多。最主要就是你的头不要冷到，用脖围把头套起来，头部就比较跟脸部就比较不会那么冷。觉得还是很冷的话，你的毛帽也可以拿出来把它套起来。当然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态来做调整。简单讲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着凉就好了。眼罩跟耳塞是必备的。有登过山的人都知道，山屋根本就是大家全部都在尬掐打呼声，非常非常夸张。所以说有眼罩跟耳塞这个真的很重要要不然就是你有那个抗噪耳机，你也把它戴起来。你也不要担心说你塞了耳塞就听不到了声音，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塞了耳塞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吵，大家起床的时间还是会听得到稀稀疏疏的声音，还是很多的。你的鞋子记得要来去做记号，因为鞋子大家都长得很像，然后很常在出发的时候，大家匆匆忙忙拿错或是穿错别人的鞋子，或是找不到自己的鞋子。
有一种就是你把鞋带绑起来哦，那另外一种就是鞋子可以正这样的放哦，或是正倒着放，反正就是你就把它放的比较奇怪，但是也不要放的一只脚在左边，一只脚在右边。那再来就是鞋子，你可以把鞋垫拿起来，哦，把它立着插在鞋筒里面，也很少人敢去摸别人的鞋垫。鞋垫这样插着，可能就觉得这个应该就不是我的。你也可以放东西直接插在鞋子里面，高一点的，超过鞋筒这样大一点、高一点，会比较明显。你这样人家也不会因为看这个鞋好像都在同个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好像又是我的，就拿了就穿错，然后造成你到时候也找不到自己的鞋子。在睡前的时候也要很注意的，就是确认自己的补给足不足够。我的建议就是在这个山屋直接把补给都准备好。有些人会说，隔天我在登山的时候，过程中也有山屋啊。你要知道，隔天的时候会非常非常多人。你在别的山屋要购买的时候，这些山屋也在服务他们的住客，工作人员可能也在忙碌，可能就忽略了你。再怎样都没有比自己原本的山屋补给啊，或是买东西，或是询问还是比较好的。怎样的补给算是够？那是以我自己个人的建议啦。水的话，我的建议第二天还是可以准备到 1.5 公升，这样的水量呢比较足够，你可以走到山顶，还有绕火山口，以及下山道使用。要不然到下山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不够水分。在下山的话，就算有时候遇得到山屋，但是那个山屋也不一定有卖东西，或是它很早就关了，这个时间都很难说。所以在下山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山友讲说，下山的话是没有山屋的，你买不到水分的，买不到东西的。前一天我觉得就可以建议先补足。那如果说你会觉得说，我不想背这么多，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你在山顶的时候，一定要回去山顶的山屋，把你的水分补足，要不然你一下山，你就会发现你会没有水。1.5 公升是我认为的最低限制啦。但也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状况来做调整，宁可备而不用，但也不要让自己没有水喝，因为没有水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也有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山屋提供备品的使用方法，大部分现在的山屋都会是各式了啦，所以它都会以提供睡袋还有以及毛毯的部分来做使用。睡袋的话，你一定要整个人塞进去睡袋里面睡，然后把这个毛毯呢铺在睡袋的外层，把它包好包起来。那如果说这时候你觉得毛毯压在你身上有点太重的话，把这个毛毯垫在睡袋的下方，来隔离这个冷空气这样子就会是比较好睡。那讲完了这么多，大家放松的好好睡个觉吧。但是这边要先帮大家打个预防针，富士山上的小屋真的不好睡，能抓到时间睡着就快点去休息。如果说你真的有入睡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棒了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之后我再做影片来跟大家做分享，或是我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回复你那下一集呢，我就会来跟大家分享隔天起床的状况要怎么来做准备。在影片的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或是帮我在下方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也不错，你也可以分享给你那些爱登山的朋友山一直都在。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